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这个视频呢，就是要深度的聊一聊啊，为什么很多人啊，就是他来西班牙移民，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非盈利，你先来啊，第2年你就可以换工作居留，换这个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就是你自己创业或者自雇的一种形式啊。那么很多留学生啊，或者说这个黄金居留啊，或者说这个非盈利，他们都会要求就是想办法转到工作居留啊，或者是老板居留，因为这样呢，他就可以有这个找工作的权利啊，就能有收入了，对吧？本来的话，你留学的留学，非盈利的只能旅游、生活、消费，对吧？你就不能够有收入的。那么很多人就是真正的去深入了了解以后呢，他就会发现这当中还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这个视频呢，就是要讲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或者说很多人知道他不愿意告诉你的一些东西，对吧？其实我之前讲了一些东西我也被一些人骂就可能对许多就是做这个移民生意的人可能他就看了有点不爽，对吧？但事实上呢，就是我觉得有些情况吧，就是因为毕竟移民这个事情，别人花了很大的代价，对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让大家就是要知道这些真实的一些情况。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很多年以前比如说过去来这边的这些老的移民因为我的了解的是一些中国的移民嘛，对吧？我了解下来的。那么过去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在他们圈子里面一种移民的文化，就是他呢把你从中国办这个一些移民的手续，然后呢到了比如说西班牙或者欧洲这边整个欧洲好像都差不多的。然后呢，你要为他就是工作3年，那么你们之间的这个债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交易才结束是3年3年。那这个3年里面，就是其实你是没有收入的就是他等于是帮你从国内去办这些工作的手续或者说移民的手续对吧？那么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面，当时的话就要几万欧元吧，我觉得这个成本那所以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吧？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是3年，他的时光他就花下去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这批出来的移民呢，他们当时的年纪都是比较小的有的就10几岁有的就是20多岁，对吧？这个绝对不是我吹牛逼的，这个是我真实的，别人告诉我的就是都是真实的经历，对吧？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很多人，就是为了去转换这个工作的居留或者说去做这个老板的自雇那么大家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那么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呢，我们一般讲的很笼统的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就业率本来也有一些问题，对吧？在欧洲算是比较低的，失业率也是很高的，对吧？很多本地人他们西班牙人都没有工作那么哪有工作给外来人呢？是吧？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的一种说法。那么我呢就把它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就具体这当中到底是有什么原因。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外来的移民，对吧？不管你是什么渠道来的，那么你总想找一个工作。那找工作的时候呢，你肯定是不分什么中国老板还是西班牙老板还是哪里的老板，对吧？你总希望有公司能够雇佣你。那么这当中呢，就会发现几个问题，是吧？一个呢就是
首先是文化问题啊，文化问题就是说这是我觉得所有的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他们到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欧洲，对吧？跨越了那么多的距离啊，那么传统的就东方的思维跟西方的思维是吧？还有就是一些习惯啊，一些对很多事物的看法，这种文化的方式啊，就会让大家觉得，就别人也会觉得你可能有点对你不了解，觉得你神秘，对吧？你对他也觉得有点不了解，这个是沟通不畅造成的，对吧？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难解决啊。比如说，在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是吧？很多人就觉得，我们一种谦虚啊，我们一种就是客气，对吧？我们就比如说非常礼貌的、非常谦虚的啊，很多事情你确实做得不错啊，别人表扬你两句，你说啊这个多谢表扬，对吧？我可能还能做的，以后还要做得更好，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东方的文化啊，它会有一种说少说多做，对吧？就是你表达能力语言、口才这些东西，觉得好像你这人话很多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优点，是吧？就你要多做少说，是吧？这是我们东方的一种文化。但是你比如说你在西方他们觉得你能够就是非常有思辨能力有语言能力，对吧？就你这个人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你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你同时就是几国语言来回的切换，对吧？然后你能够有这种非常好的机智的这种口才那么呢，大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觉得你这个人非常优秀，非常突出，是吧？所以呢，我们去看很多这个西方的，哪怕是这种政治选举或者说很多这种节目，对吧？大家都觉得脱口秀就现场的这种演讲、这种辩论、这种能力是非常他们看重的还有呢，就是你像我们比如说看到那个 TikTok， 对吧？那个周受资在美国那个就是议会里面大家都觉得他这个辩论临危不惧就是潇洒自如，对吧？就我们会觉得这种文化是就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欧美人的，我觉得他们的心中呢，他可能对我们包括就是亚洲人吧，他会有一种比较传统的印象，对吧？这种印象就是可能我们看起来就比较不是那么的 man， 对吧？就也不会就是非常的去辩论去表达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我最大的我看到就是文化上的一种差异当然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学历的问题，对吧？那非盈利来的人，其实现在这一批包括留学生基本都是本科硕士对吧？这些学历的。那么很多人呢，原来在自己的国家也都有不管是经商还是工作，都有自己的一些成就吧，对吧？因为如果你什么也没有，你也不太能够有这个经济能力就是来到欧洲、来到西班牙这边移民，对吧？那么如果你是在一个西班牙的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去工作呢，那么你的这个学历就会需要你有这个西班牙本地的这个学历就比如说你的本科是在这边读的你的这个硕士你的这个职业培训
对吧？因为像这边他们有2条，这种文凭的这种路线啊，一种呢就是你是什么大学啊、硕士啊，对吧？一种就是职业技能方面的啊，就是你是什么工程师啊，你是什么设计师啊，它有这种职业技能的这种评定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移民来讲呢，肯定都没有，对吧？那你说，他如果是非盈利来的，他也不可能说我再立刻去，找一个学校再去读个几年，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不太可能。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去参加一些职业技能的学习啊，因为你如果要去，比如说找一个什么工作，你肯定就也想了解了解这边他们职业技能方面。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啊，那全是就是说，最初级的，全是一种体力的劳动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想去学一个市场营销，对吧？我举个例子啊，那么对应的呢，这个你去职业技能呢，你先去学的是一个比如说怎么样去把这个仓库里的东西理一理啊，怎么样用这个手推车去搬货呀，那等到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可能要学个1年2年，然后呢在后面你可以再开始学什么怎么打电话营销怎么做这个互联网营销啊，对吧？那么这个对很多人，比如说他在这个原来的国家，比如他在中国，他原来就是已经做一个什么电子商务的什么经理啊，或者说什么原来就是做那个方面的工作就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原来比如说在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大厂里面工作过，是吧？那么我来这边就我重新要去先学怎么样在仓库里面去理货，这个可能就很多人他就接受不了，对吧？很多人就是你说的很简单，你说没关系，我反正就愿意去这么做但事实上可能就还是不容易的，对吧？因为我觉得就一个人，就像你现在他说我要教你怎么走路你肯定是不愿意，对吧？那么很多人呢就是在这里呢，我觉得就卡住了那么记住那我之前说的是有说过是语言是个大问题，对吧？这些情况都是在语言已经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面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是要加上一点语言，就比如说你在有些区域因为它这边是分大区的，有的是马德里区域像这个什么加泰罗尼亚区域对吧？像巴塞罗那他们就是在加泰罗尼亚区域还有什么巴斯克区域那么如果说你在加泰罗尼亚区域你比如说去巴塞罗那，那么你除了你要会说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就是它等于像这边就是国语，对吧？你还要会说加泰罗尼亚语。这个加泰罗尼亚语呢，就是我看到有这种硕士毕业的人就是在这边读了硕士，然后呢他们去面试嘛，他就跟你用加泰罗尼亚语说然后呢发现你第3句话开始就你答不上了，就基本上2、3句话你答不上了，或者你磕磕巴巴的，对吧？不流畅，那么 OK 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那所以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就以我自己的能力来讲，如果我们要来这边，在短短的别说1年了，是吧？你就2、3年，你又要语言，你又要在这边就这边的学历上，你又要学什么？不管是职业技能，还是你去这边再继续深造，这都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这个大部分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在就是本地的企业去找工作，对吧？那么他们转向呢，就会去看比如说中国人开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企业。那么我前面我也简单说过了，对吧？那很多人当初来就是10几岁来，他们跟着老华侨
老华侨呢就给他们算是一个社会实践的机会吧，对吧？一边工作一边还债然后他们生存下来了。那有的人能力强的克制力强的，他有了自己的一些事业，对吧？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开百元店开那些餐厅很多人会说怎么这些人他们都开这个，不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些公司，对吧？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他们的那个处境下，是吧？就你像那些人，他10几岁出来他去这个工作还债，已经其实我觉得能够开个店，或者说能够有个事业，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因为在异国他乡的，对吧？我觉得大家呢就是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那在那个情况下，他们不太就是可能再去什么考硕士读个博士对吧？然后再去创造一些更好的企业，因为人的精力、经济能力没有那么多的，对吧？所以他们可能做饭店做这些这个小商品做这种超市对吧？那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人想找工作的呢，就只能去找这样的机会。那这样的机会呢，由于这些老板们他们普遍呢就是由于现在很多像比如说你说中国的那个叫什么就拼多多，对吧？他们也到海外来发展了，在西班牙也有叫那个 Temu 互联网购物什么亚马逊，对吧？就对于这些传统的做这些超市的人来讲呢，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就盈利的情况呢，就也不是像过去那么多年这么好了，对吧？那么他们要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就很难因为很多人他去这些公司，最后谈了半天，对吧？都谈好了，但是他发现去移民局审批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公司呢，它的经营情况呢都是保本或者说是亏损的。那么在西班牙这边呢，它如果优先的情况下面，当然就是你要雇佣本国的这个公民，对吧？就你为什么还要雇佣一个外来人，是吧？所以如果你是雇佣一个外来人，那么他对你的企业的这种要求对你的这种是很高的比如说你这个企业一定是要盈利的这个盈利而且不是一点点，就是你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那么这个呢范围就又缩小了，对吧？那么市场上呢就会有很多我们所看到的什么买卖合同对吧？说你要去买个合同这个合同现在都好像听说都有这个接近7、8千欧1万欧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吧？很多人就不愿意觉得我找工作我来就是这样的超市打工，对吧？我原来是做白领的，我原来是做办公室的，做经理的现在我来超市打工，你还叫我买一个协议还要付一大笔钱，很多人就不愿意，对吧？就他的逻辑上他理解不了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我前面也说了，对吧？就是这是这里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餐馆呢就更难了因为餐馆本身其实据我自己的观察，我来这边也看了一圈，大家也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其实中餐馆在这边的餐厅里面呢，他们的价格是很低的，就他卖的售价当然了，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中餐呢，确实你也不能说它的竞争力有多强，对吧？但是它的价格很低，所以它的盈利能力呢也不高
而且餐馆的盈利能力呢，它还没有我觉得这个超市的盈利能力或者酒吧的这些盈利能力强一点。所以呢，这些公司呢，他们很难去有这个雇佣别人的这个资格啊。这个也就是成为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块领域里面竞争就很激烈，对吧？那么这就是找工作为什么很难的原因啊。那我再说一说，就是这个老板拘留是吧？啊，就是自雇啊。那么很多人他觉得，哎呀，这个找工作确实也不好找啊，或者说要买个合同要花个1万欧、7、8千欧，还容易受骗上当，是吧？万一这个东西去批不下来怎么办？那到时候大家就要扯皮，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对吧？那么就会产生自雇的想法啊，自雇也就是大家说的老板拘留啊。很多人一看，哎，我一开始每个月啊给自己支付的这个社保啊什么的，哎，还就优惠了，对吧？那么这当中又有什么一些问题呢？其实呢，你自雇啊，除非就是你真的能够做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意，对吧？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啊。那也是，首先语言啊，包括你的这个生意的本身是否能够盈利，对吧？你说你就是跟人沟通都有问题，或者说你的语言就很有问题啊，你还要做一个就是生意之间肯定避免不了沟通，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只是呢，很多人呢，他就是说，他办了这个自雇的居留以后呢，他再去工作啊，跟一些公司合作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对你呢就不友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你去工作，你比如说你不管是买了一个合同，还是你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啊，你是一个员工的角色，对吧？那不管是在社保还是什么，享受国定的假期啊，或者说啊，比如说你有工伤啊，对吧？就是反正就是关于这个员工啊，像西班牙这边对于工作的人来讲，这个群体呢还是会有一些保障的啊，就是这个是偏向打工人的，对吧？那如果说你办了一个老板居留，然后呢，你又去工作，对吧？就是这种工作嘛，只是你居留情况不一样，那你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商业伙伴啊，你的角色就不是打工人，你就是另外一个公司，对吧？只是可能你做的工作还是同样的工作。那你今天如果说交社保啊，是你自己交，什么医疗保险啊，什么全是你自己的，对吧？你也不享受员工的这些福利啊，比如说人家有员工的什么请假呀，或者说员工的这个一些待遇啊，你都没有。然后呢，如果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工伤啊，全是你自己负责。所以就是你就等于不是一个员工，你等于是一个外派的一个合作的人，所以这个对你来讲其实就损失很大，而且就是到了后面嘛，就是你第一年可能啊这个你自己创业，它会有一些扶持的政策，但是你第2年、第3年对你的这个要求你自雇交的这个保险啊，它是有一个硬性标准的啊，就它不会低于这个标准，就等于你是每个月还是要花一大笔钱，这个是很贵的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移民的方式，对吧？那有的人会说啊，他说我非盈利，我先扛5年，等到5年以后啊，我就是
获得了长期居留，然后我长期居留，我再去工作啊，因为获得长期居留后，你就可以工作了嘛，对吧？对，没问题。其实就是等到你5年以后，你去工作，你还是需要有人会雇佣你，是吧？这个雇佣你还是需要就是有一份这样的劳动合同啊，那还是会面临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对吧？就其实总的概念来讲，就是机会很少，但是想要这个样的机会的人是很多的啊。当然了，现在就是我看到对于留学生来讲呢，有一些福利啊，或者说对于就是说本身在国内已经工作干得不错啊，然后在这边又迅速掌握了语言的技能，然后呢他又有劳动合同的人呢，劳动这个合同的人呢，就是我觉得对他们有一些福利，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就是中国的一些企业比如说你像什么新能源汽车的，或者说一些中国电子商务的公司他们逐渐开始呢，他们也在西班牙招聘虽然岗位也不多但说实在的，就是说还是多出来这么几十个，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其实移民这个事情对我们大家来讲，尤其是找工作的人，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真的不简单。我觉得我们就是比如说你说一个美国人或者说一个英国人，他来到这里，虽然我认为对他们也挺难的因为我看到他们也在很多求职网站上一些论坛里面，他们去发要找个什么工作他们自己原来有厨师经验有一些什么经验，对吧？那他们的经验就是他们的优势就是他熟练掌握了一些就是技能吧，对吧？语言或者说一些技能，他们的技能的这种认定比如说他在德国他做个厨师那他跑到西班牙做厨师，可能在职业技能上面他是被认定的那同样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一个这边的就是职业技能的认定，你也是个厨师，你去一个比如说酒店去面试，他同样给你去面试，那么他的这个语言还有他的职业认定就可以帮助他，但你不行，对吧？因为你的职业这个认定他这边不认定，你需要重新再去学习然后你的语言可能也是个问题，对吧？所以他们比我们要有优势一些他们因为他们是欧盟整个一体的，对吧？很多他就有这个优势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我们来讲呢，确实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绝对不是就什么轻松的简单的说什么1年以后或者2年以后或者3年以后你就可以转了，你就可以变换了，对吧？如果能够找到工作，还是要珍惜，对吧？因为这个机会是很少的，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关于在这边这些居留要找工作的一个我认为比较深刻理解的一个话题吧，好吗？那谢谢，再见。